到底國民黨現在是什麼黨？連最基本的歷史邏輯都搞不清楚，叫鄭麗文去孫中山前面跪，因為他不反共。你要反共，你要找老蔣，不要亂開槍。孫越聯合宣言，第一次國共合作，孫中山欽定的政策。請問國民黨各位大大們，跟着綠媒一起修理鄭麗文有什麼好處？追思政治犯受難者，本來是一個最好的機會，打破民進黨假的轉型正義，結果現在變成民進黨的幫兇。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請問國民黨各位大大們，平反共諜的民進黨你不去罵，在那邊跟着綠媒造謠，就修理鄭麗文有什麼好處？跟你說不是無實的，聽不懂是不是？今天綠媒嗨翻民視各種大篇幅追進報道啊。鄭麗文執意追思共諜成為黨內箭靶，這樣的一個做法對外省人在台灣的正當性是一種很大的傷害。鄭麗文，你不必去捧那些白色恐怖的茶，然後到时候選舉你要扣你一個紅統黨，你是間諜黨，對你有什麼好處？你看這兩天有哪個國民黨的選將出來呼應你去祭拜白色恐怖，哪一個不是搖頭太息？如果鄭麗文主席持續這樣走下去，你知道最大獲利者會是誰嗎？誰？民眾黨。我們紀念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主要就是為自己的政治信仰、政治思想而當時做政治黑牢，因為當時是在戒嚴時期。但是吳石先生他是懷有任務的情報工作者，是做間諜工作的，所以跟我們所認知的政治思想的政治犯是有所不同的。他也提到，當初給他邀請函上面是沒有吴石的，所以他是來追思政治犯受難者，而不是來追思間諜工作者吴石。这已經講得這麼的清楚，結果還可以這樣子。鄭麗文主席公然公開祭拜吳石共諜，這完全被帶風向了，這個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事情。那現在大家跟着綠媒、民進黨的攻擊的方式，繼續的打鄭麗文，那為什麼平反共諜的民進黨沒事？民進黨行政院2024年核定將每年5月19日定為白色恐怖記憶日。我就問，這裡面的侵害賠償事件2239人，恢復名譽的3270人裡面有沒有共諜？有沒有共產黨？這東西你隨便搜。2019年蔡政府在公告撤銷228事件有罪簽諭人判決中，竟包含共諜。請問國民黨各位大大們，花那麼多時間去罵鄭麗文，去衝黨中央，去接受記者採訪，還有外省人在台灣的合理性不見了，甚至不惜扭曲歷史的一大堆，怎麼沒有人去攻擊民進黨？民進黨他是直接平反共諜，典籍1947年在嘉義組織台灣自治聯軍，擔任共產黨政委，跟國軍激烈戰鬥啊。1949年10月出任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3地工作委員會書記。1950年被判處死刑，1951年槍決，還被定義為西山烈士。為什麼緊急被捕？因為蔡孝乾把大量的地下共匪都供出來了。白色恐怖受難者隸屬於中共中央華東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員張金覺認為，因案坐牢的人在批評他被捕之後，為了活命而出賣同志，這一點是見仁見智。但如果真是這樣，他就不至於被拔指甲逼瘋了。所以也有人說他迷失的蔡孝乾，可他確實就是變。800個西山烈士碑的烈士，在19年那一波平反了400人，怎麼沒有人出來在那邊嗆民進黨？怎麼可以平反共諜？怎麼可以平反共諜？這有邏輯嗎？你告訴我，跟着綠媒一起修理鄭麗文有什麼好處？國民黨會死得比較快吧？叫鄭麗文去孫中山前面跪，因為他不反共，站出來鄭重在國父孫中山的銅像前道歉。不是吧？一直要配合綠媒去扭曲這些事情，到底是想什麼？你就要懺悔，也得叫他去蔣介石前面懺悔。孫中山甚至是國共合作的典範，到底國民黨現在是什麼黨？就連最基本的歷史邏輯都搞不清楚。今天會有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孫中山欽定的政策。孫越聯合宣言，岳飛重新聲明對華原則，俄國絕無侵略中國之意。本報宣布，中山以為共產主義及蘇聯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實施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共產主義蘇維埃制度成功之情形之故，岳飛均與此項意見完全贊同，並以中國之重要最不急迫問題為完全取得黨權之國家獨立。關於此項大業，岳飛向中山作證，俄國人民對於中國最熱切之熱情，並且予以贊助。而當時合作的基礎是俄國政府願意拋棄帝國時代對華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之後到了1924年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孫中山親自主持聯俄容共。所以從孫越聯合宣言到
第一次國共合作，孫中山是從聯共走向容共，這才是真正的歷史。所以為什麼國民黨左派民革在對岸那麼發達？因為他們是追隨孫中山的工作啊。1953年民革第2次黨中央第3次會議，牆上掛的是孫中山跟毛澤東。毛澤東因為是國家元首，孫中山是政黨創辦人。精神領袖。國民黨什麼時候開始反共的？中華民國史觀叫清黨，大陸史觀叫做412反革命政變，在1927年4月12號，那當時國民黨的部隊國民革命軍已經由老蔣來全權指揮了，它是有極巨大的差異的，所以不要亂開槍啊！你要反共，你要找老蔣，因為蔣介石就是堅定反共清黨的那一個。孫中山是不反共，不要再亂搞了，好不好？那歷史搞錯就很尷尬，不要再把很多東西混在一起講。我每次看到國民黨這樣，我頭就很痛，因為你這樣子的言論一定會影響2026、2028。原來又是為了選舉，難怪國民党越選越難贏。把歷史要學清楚。再來，黃國昌今天有提到，吳石是共諜，並非政治受難者，所以其實黃國昌的說法跟鄭麗文是一模一樣的，不是嗎？怎麼變成陳學聖又跑去上黃暐瀚就講了一些543的？真不知道國民黨明年這些候選人要怎麼選。本來是一個最好的機會，打破民進黨假的轉型正義，追思共產黨，還有民進黨本身很多的資深黨員就是信仰共產主義這個事實，可以把它揭開來的。這麼好的機會，結果現在變成民進黨的幫兇。現在民進黨多開心，民進黨自己追思共諜，自己有最多的共諜，第三列是800多個，你一口氣可以平反400個。結果現在反過來，先套你祭祀共諜，再炮轟你配合統戰。范雲、林昶佐、苗博雅跑去馬場町紀念，他們可以紀念，國民黨不能紀念。他們的轉型正義是轉型正義，國民黨的轉型正義是鬼扯淡，當然是鬼扯淡，因為國民黨從來不面對。從19年到現在已經是2025年的快結束了，躺了6年。請問這些國民黨現在跳出來抗議的人心裡在想什麼啊？他們在乎了什麼？他們只在乎內鬥啦，他們就是不爽鄭麗文選上，就這麼簡單啊，整天在那邊亂，真的是來亂小。有一個王坤義，台灣國際戰略協會教授，他寫的文章很有意思。鄭麗文出席政治受難人互助會舉辦白色恐怖受難者追思大會，引來極大風炮。藍營人士陳學聖批評他要把國民黨帶向左翼政黨，蔡正元更批評他乾脆把國民黨改成中國國民投降黨。這些無端指控已經到了唯恐國民黨不亂，讓人看了不得不生氣。鄭麗文才剛就任國民黨主席，黨內就出現了內鬥內行、外鬥外行跡象。國民黨會一敗再敗，除了倚老態度，國民黨也受到民主化的影響，以為全台灣人民都討厭威權體制再現，對於台灣所有的威權象徵能跟民進黨清楚就清楚，讓人分不清楚藍綠有何差別。那既然分不清藍綠，自然會唾棄藍營的假綠，選擇真綠的民進黨。現在知綠的鄭麗文領頭，先拆穿國民黨假綠的面貌，率先勇敢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接受9二共識，反對台獨。這個正藍其實卻被一些蒙着眼睛以為假綠可以繼續騙過人民的國民黨人亂批一通，讓一些假綠的國民黨人無所遁逃，只好反擊鄭麗文說法，不然就對他採取不理不睬的冷暴力。所以今天為什麼會這麼亂，還是回到了國民黨內部路線的問題。對國民黨人來講，如果短暫的選舉選贏，你繼續用假綠的皮膚，結果就是當民進黨人大張旗鼓的在平反共產黨的西山烈士的時候，你不會痛，你不會抗議，你甚至額手稱慶，太好了，終於轉型正義了。當鄭麗文提到白色恐怖被民進黨長期扭曲之後，你反而會很憤怒、很興奮的出來指責說鄭麗文你在亂講什麼？所以這就變成一個認知上的錯亂了。到底你的目標是什麼？你的主訴求是什麼？你要很明確的一個核心。你一邊喊着要反共，一邊連戰去大陸，跟共產黨進行第3次國共合作。每一任的國民黨主席上來，除了特殊案例之外，都會收到習近平的賀電。反過來，你在搞反共，那請問習近平的賀電到底對你來講是什麼意義？這邏輯能通嗎？不要這麼錯亂，都快腦中風了。蔡博士，兩岸不和平的原因是國民黨輸掉選舉。看看2015年馬習會可以說是兩岸和平的高光時刻，結果2016的慘敗，國民黨輸掉選舉，兩岸更加不和平。但是問題，今天的兩岸和平跟國民黨當選有連結性嗎？應
個最簡單的問題：國民黨當選，如果還是民進黨那一套，兩岸會和平嗎？國民黨要能贏得選舉的關鍵，不是如何推動兩岸和平，而是選題設定在民進黨最不利的戰場上，而不是民進黨最不利的就是我是中國人，我祭拜白色恐怖等等這議題。如果對民進黨最不利的戰場，國民黨選將反映什麼就看得出來，不必做民意調查。如果國民黨選將避之唯恐不及的議題，國民黨主席還要孤芳自賞，自認為走在對的路線，甚至自以為在下什麼大棋局，找一些鬥爭，而不了解前線上國民黨選將的問題，國民黨就很難贏得選舉。其實講到這裡確實是很重要，可是如果國民黨繼續的忽視自己的歷史，那你的選舉能贏了一部分，能夠贏得了大部分嗎？你真的有辦法維持兩岸和平嗎？這才是這整件事情的關鍵嘛。